回家啦？今天看到我的巡演热搜了没？怎么现在就祝贺我呀？等我巡演顺利结束，你再当面跟我恭喜恭喜也不迟。对了，今天还想听故事吗？我当然有空。我们上次讲到阿塔无法穿越禁地，独自去找了风哥，对不对？那就从这里开始。阿塔找到风哥时，风哥没什么异常，只是嘴里总喃喃说着一些没意义的话。同位素不是完全不同的元素，可能会互相转化。E 等于 mc 的平方，镜子里或许照着别人。见到阿塔，风哥问他：“你知道电吗？”阿塔当然知道，那是种邪恶的能量。一直以来，平游族人都在利用间歇喷泉的水蒸气生产电能。然而，在3年前，也就是风哥回来的那一年，发生了一件怪事。那年5月，所有的间歇喷泉都停止了喷发，贝卡图因盆地陷入了失去能源的恐慌和混乱。世界末日的论调席卷平游族，但所有的危机都在6月恢复功能的那一刻戛然而止。没人清楚是怎么回事，阿塔也无意探究，他只想知道如何到达先知的棉地。风哥暗示，前往棉地的另一条路必须穿越平游族的领域，绕到山脉背后。3日后，阿塔上路了。旅途漫长而痛苦，面对肮脏繁华的城市和醉生梦死的畸形文明，阿塔不禁惦记起了柠檬。告别那日，柠檬陪他站在油花树林的尽头。阿塔掏出2人定情的油果，放在柠檬的肝脏前。油果的螺纹慢慢舒展，花瓣仿佛从1万年的梦中醒来。刹那间，油花开放了，银蓝色的光芒让人几乎无法直视。世界在2人身后隐去，只剩下这朵油花。这是他们的花呀，定情之花。我会回来的。阿塔向柠檬承诺。靠着这股信念的支撑，阿塔终于走出了罪恶的贫游地狱，来到了盆地的边缘。出入盆地的公路由贫游族哨兵把守着。对游族身份的阿塔，哨兵的盘问近似羞辱。阿塔只能一一回答，然而他的耐心和隐忍并没有换来顺利通关。别无他法，阿塔只能强行冲关。愤怒的哨兵对着阿塔举起自动步枪，砰！枪响了，阿塔没有中弹。他回过头，看到了哨兵尸体旁边风哥落寞的身影。风哥说，他要去先知的棉地，去看书，可他的神色并不快乐，甚至可以说有点忧伤。2人日夜兼程，走得精疲力竭。终于，阿塔看到了树林尽头，先知的棉地就在前方。你觉得到达棉地的阿塔还会如约回到柠檬身边吗？我也这么想。如果他历经磨难只为成全自己的信仰，应该就不会回来了。不过，如果是我的话，一定会回来的。因为故乡的一些人，就是我信仰的一部分。